用微光照亮夜晚，用温暖温润心灵。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上一世，我和秦立恒的情缘从大学时期开始，经历了7年的漫长恋爱，终于步入了婚姻的殿堂。秦立恒在婚后对我倍加宠爱，然而结婚未满半年，我竟然发现自己怀孕了，这怎么可能？我们明明是做了避孕措施的。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按照我们之前的计划，婚后3年，我们并不打算要孩子，我们想要在事业上打下坚实的基础，为未来的孩子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那时，我的事业正处于上升期，刚为公司成功签下了一笔大订单，领导对我青睐有加，甚至暗示我将来有望接管我们市的区域管理。但在秦立恒和他母亲的劝说下，我动摇了。秦立恒温柔地对我说：“老婆，你能想象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孩子，那是我们爱情的见证吗？孩子选择来到我们身边，这是挡不住的缘分。既然宝宝都找上门了，我们就留下他吧。”婆婆也忙着准备婴儿用品，每天都对我关怀备至。我抚摸着肚子，仿佛能感受到一个新生命的跳动。于是我做出了决定。然而，怀孕后我的身体一直不太好，有先兆流产的迹象。婆婆心疼地说：“暖暖，你工作太累了，女人不需要那么拼，嫁到我们家还能让你吃苦吗？妈这里有些积蓄，你就安心在家休养2年吧。”看着婆婆如此真诚和关心，我决定辞去工作。为了保胎，我大部分时间都躺在床上静养，不敢有丝毫大意。秦立恒起初对我关怀有加，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态度似乎逐渐冷淡了。我心里委屈，婆婆却安慰我：“哪个快当爸的人没压力呀？况且立恒还要上班，你就多担待他吧。”在婆婆的洗脑之下，我反而开始反思自己，每天变着花样的讨好秦立恒。没想到，就算我再三小心，孩子还是早产了。鲜红的血液顺着我的裤脚缓缓滴落在地上时，秦立恒和婆婆一个都不在我身边。我咬着舌尖，强迫自己清醒，硬撑着打了秦立恒的电话。再醒来时，是白到刺眼的病房。我愣愣地看着四周，救命稻草似的揪住给我打针护士的衣角。我的孩子怎么样？护士看着我，面带怜悯。她告诉我，大出血，差点死在了医院，命是保住了，可我也永远失去了再做母亲的资格。而我的儿子因为早产，心肺功能不全，刚出生半个小时就没了。接二连三的打击让我眼前发黑，锥心刺骨的疼痛几乎将我吞噬。我大口喘着气，强撑着问：“我老公呢？”这时，秦立恒才匆匆过来，说怕我伤心，已经将儿子处理了。我连孩子的面都没见过。出院当天，一直没露面的婆婆出现在我面前，面带微笑：“多亏了你，不然我的女儿怎么能活下来呢？”我这才知道，婆婆当初哄着我怀孕，是因为她高龄生下的小姑子患有白血病，急需脐带血救命。可我们是排队等脐带血要2、3年后，我拼命抓着他们，让他们还我孩子，却被婆婆和老公合力推下高楼。我将流产单妥善处理后，便回了家。家中只有老公秦立恒，不见婆婆的踪影。重活一世，我恨不得将秦立恒千刀万剐。见我走进家门，秦立恒像往常一样凑过来，环住我的腰身，宛如一位宠爱妻子的好丈夫。我对他笑得温情：“妈妈去哪了？我有好消息要对你们说。”秦立恒脸上闪过不自然的神色，告诉我乐乐最近感冒，
婆婆带她打针去了。乐乐就是我3岁的小姑子。我和秦立恒恋爱的时候，婆婆消失了一段时间，这一问才知道她生小姑子坐月子去了。我心里有些膈应，婆婆却说年轻时家里没什么钱，生完秦立恒后打了一胎，那是她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同为女人，我也理解婆婆，就没再说什么。现在我才知道，乐乐根本不是什么感冒，而是被查出患有白血病。我做出一副心疼小姑子的模样，提出要去医院看看。秦立恒却神色惊慌，只是个小小的感冒，不用去。看来秦立恒早就知道实情，他话锋一转，问我有什么好消息要分享。我这才一脸娇羞地从包里取出检验单给他看。秦立恒猛地把检验单从我手里夺过，眼前一亮，同上一世一样。秦立恒双手颤抖，眼眶通红。暖暖，你怀孕了。我娇羞地嗯了一声。秦立恒开心地抱住我，转个一圈，又像想起来什么似的松开手，可别挤到宝宝。上一世我就是被他这副嘴脸所感动，毅然决然为他生孩子的。现在我才知道，秦立恒所表现出的惊喜，完全是因为小姑子乐乐有救了。真不知道当秦立恒和婆婆知道真相的那天，会是什么表情呢？我坐在沙发上，有意无意间说：“难怪最近总是干呕，还想吃酸的，怀的不会是儿子吧？”秦立恒的脚步顿了顿，脸上闪过一丝纠结，说要出去给我买点好吃的犒劳一下。等他一走，我立刻把买的全套摄像头装在家里，又联系收废品的，把乐乐房间里的一应用物低价处理。这套房子原本就是我的，是我远在外地的父母怕我婚后委屈，才为我置办。婚后，婆婆就带着小姑子乐乐住了进来，还给乐乐装修了个儿童房。傍晚，秦立恒和婆婆一起回来了。婆婆看上去筋疲力尽，整个人像老了10岁，显然被乐乐的病折磨得不轻。我有意戳她痛处：“乐乐呢？”婆婆强颜欢笑：“这不你怀孕了，我怕乐乐传染你，就把她送亲戚家了。分明是住院回不来。”我无视婆婆看我肚子那种带着光芒的贪婪眼神，回了房间。几分钟后，房间外传来婆婆尖锐刺耳的惊呼声，砰的一声，房门被狠狠踢开。婆婆气急败坏，冲我叫：“乐乐房间里的东西呢？都被我处理了，现在有宝宝了，家里房间不够，要给宝宝做婴儿房。”婆婆没想到一向乖顺的我会做出这样的事，一时间差点站不稳，指着我大骂：“我看你是疯了！你那孩子才多大就做婴儿房？房子是我爸妈买的，我想怎么设计就怎么设计。”婆婆一噎，气得满脸通红，却反驳不出。一直在客厅装聋作哑的秦立恒这才走过来，面带责备地看着我。他刚要说什么，我捂着肚子，面带痛苦：“啊，我的肚子好疼，是不是动胎气了？”秦立恒和婆婆这才害怕，手忙脚乱地扶我躺下休息，才撤出去。我打开手机，秦立恒抱怨的声音传来：“妈，好不容易让她怀孕，你就依着她点吧。”婆婆声泪俱下的抱怨：“我整天忙前忙后的，还不都是为了你的孩子？要不是你非和那个一无所有的小护士谈恋爱，还生出个孩子来，我至于受这个气吗？”婆婆的话像惊天巨雷，在我耳边炸起，我手脚冰凉，心里掀起惊天骇浪。难怪上一世秦立恒能全力配合婆婆害死我的孩子，并且在事情暴露后把我从医院的天台推下。原来那分明就是他自己的孩子。不等母子俩互相抱怨完，我就走出房间，打断他们的对话。我想了想，
这个孩子还是不能留。我和秦立恒的工作刚有起色，还没存到什么钱，秦立恒的脸一下子就白了。老婆，这是我们爱情的结晶啊！秦立恒说出了和钱是一样的话。我装作低头思考了一会儿，这才勉强点头。都说怀孕的女人没安全感，老公，把你的工资卡交给我吧。秦立恒显然不太情愿，我眼泪立刻冒出来了。怎么，这点小小的要求都不愿意？我这可是为了宝宝。他咬咬牙，还是把卡递给了我。婆婆心疼地看着秦立恒的卡进了我的口袋，却无可奈何。谁让他们还等着我肚子里的孩子救命呢？这时，婆婆的电话响了，她连忙避开我去接电话。回来后面上难掩急色，我的老牌友找我打牌，我出去了。秦立恒连忙说要送他，跟着一起出了家门。什么老牌友？这个时间段恰巧是乐乐病情恶化的时候。刚才那通电话是医院打来的，我把秦立恒卡里的几万块钱转给自己，顺便用这些钱给自己买了阿胶之类的补品，又寄了一些给爸妈。上辈子爸妈在我死后，白发人送黑发人，不到1年身体就垮下去了。这辈子我定要好好孝敬他们，让他们长命百岁。随后联系了当地的中介，把我住的这套房子挂了出去。几天后，我正上着班，秦立恒一通电话打过来：“暖暖，你要卖房子？”“对呀。”我想着宝宝出生后家里房间不够，想卖了换个大的。秦立恒有些迟疑：“你怎么不和我商量？那钱放心吧，我爸妈听说我怀孕了，答应给我们一笔钱。”秦立恒这才高兴起来：“辛苦爸妈了。那暖暖你好好工作，我带着中介他们好好参观参观。”敷衍完秦立恒，我跟领导请了半天假，来到我们市的妇幼医院。前世的产检和档案我都是在市人民完成的，可生孩子时，秦立恒却把我送到离家更远的妇幼医院。显然，婆婆口中秦立恒出轨的护士宋云就在这个医院里。我拿着之前查出怀孕的检验单，迅速和等待产检排号的孕妇们打成一片。见我身边没有陪同的人，有人好奇问：“怎么不见我老公？”我笑得一脸幸福：“我老公正筹备买新房的事呢，他说等生了宝宝就给我换套大房子，只写我的名字。”几个孕妇投来羡慕的眼神。我又拿出秦立恒的工资卡。哦，对了，我老公的工资卡也是我保管的。他现在呀，心盼着我能生个儿子。这话我是说给不远处的护士听的。这世界还真小，上辈子我生孩子时给我打针的护士，居然就是秦立恒的出轨对象宋云。当时他看我拼命生下孩子，心里一定在笑话我蠢。我故意走到宋云身边打电话：“喂，老公，你说找月嫂啊？现在还太早了吧？”宋云听到月嫂的事，坐不住了，开始掏出手机敲打着什么，估计是在质问泰立恒。秦立恒带着中介和买家看房子，此刻正做着换大房子的美梦，哪有功夫回宋云消息？宋云盯着手机看了半天，又开始一个劲儿地打电话。我把家里的监控打开，画面中秦立恒正费尽心思地介绍我家地理位置多么优越。他的手机铃声阵阵响起，秦立恒按下拒接，可电话那边的人不罢休地打，他皱着眉头静音。宋云愣住了，看着手机屏幕发呆。一个孕妇喊了他半天，他也没应声。那孕妇火了，拍着桌子说要投诉宋云上班时间玩手机，态度不好。一听要投诉，宋云不淡定了，急匆匆地跑来跟人道歉，结果不小心绊倒了治疗盘，玻璃制的药摔落在地上，碎片四溅。
现场一片混乱，孕妇和家属抓着宋云不依不饶，宋云的脸越来越苍白。我趁乱拍下小视频，扬长而去，走出医院大门。我反手就把刚才的视频投稿营销号。这家医院上周才被人投诉虐待病患，网上闹得沸沸扬扬，热度还没降。宋云这段视频出去，连同医院又被骂上热搜了。闹吧，闹得越大越好，只有这样，宋云才会沉不住气，去找秦立恒的晦气，我也就有足够筹码，榨干秦立恒所有的钱，让他净身出户。回到家，秦立恒已经送走了中介，他喜滋滋地告诉我，今天的买家似乎对房子很满意，不出意外，房子很快就能卖出去，把渣男蒙在鼓里，让他尽心尽力为我干活的感觉太爽了。我大刺刺倚靠在沙发上，对他说，今天我去产检，听别的孕妇说，怀孕的时候一定要做好胎教，生出来的宝宝才会更聪明。他们给我推了位胎教老师，一节课500，一共20课时。老公你报销吧。秦立恒眉心一跳，都说母亲的声音是最好的胎教，那些都是骗人的。我顿时眼眶湿润，早就说攒够钱再要孩子，现在还没出生就落在了起跑线上，那还不如打了算了。秦立恒一听，连忙给我转钱。我笑眯眯地问他，老公，你不是把工资卡给我了吗？怎么还有私房钱？在我半是撒娇，半是拿肚子里的孩子做威胁下，秦立恒无奈地让我看遍了他所有的银行卡，把最后仅剩的几万块钱也转给了我。秦立恒在本市的一家建筑公司上班，平时都是半年发一次工资，这次我把他老底都拿光了，不知道宋云会不会气死。我看着增加的余额，满脸无辜，老公，都是给宝宝用，你不会怪我吧？秦立恒强颜欢笑，怎么会呢？挣钱就是给你们花的。听了他的话，我满脸幸福。再一看短视频，今天下午宋云的那段短视频已经爆了，几十万的点赞评论量，不仅有我拍的，还有其他患者拍的视角。我似是无意对秦立恒说，看这个护士估计要倒霉了。秦立恒一眼认出画面中的人，眼角微抽。这时恰巧他的电话响起，秦立恒躲闪着拿起电话，是妈打来的，他今晚在亲戚家陪乐了，应该不回来了。我假装好奇，问他乐乐住在哪个亲戚家，毕竟秦立恒的家在几十公里外的县城，住在市区的亲戚寥寥无几。秦立恒支支吾吾，我索性趁他不注意，拿过他的手机，按下接听。电话那头没人说话，很快就挂了。我知道宋云现在一定很需要安慰，在他极度无助的时候，打通秦立恒电话，却是我接的。我猜他一定气死了。秦立恒脸色僵硬地说要去亲戚家看看乐乐。我乖巧地点点头，目送他脚步慌乱地出门。在这个互联网信息发达的时代，宋云的个人信息和就职医院很快就被网友扒出来了。我注册了个小号，在几条点赞量高的视频下面评论，这女的也挺可怜的，单亲妈妈还有个白血病孩子，别网暴她了好吗？人家可能是被孩子的病愁的。清一色辱骂的评论中，我那几条格外突出，很快就被点赞到靠前的位置，竟然有几个人回复我，她有老公好吗？我都见好几次了，还附上了宋云社交媒体发的照片。虽然秦立恒没露脸，但我一眼就认出他的背影。照片上，秦立恒搂着宋云的腰，宋云的头倚靠在他的肩膀上，亲密无间。
大概是因为宋云和秦立恒实在掏不出钱支付乐乐的医药费，宋云居然借舆论打开了筹款通道。我看着筹款通道内的病历单，显示的是当地市人民医院的名字。世界还真小，我毅然决然打胎的那天，乐乐就在我的楼上享受家人的陪伴。很快，乐乐的照片也被扒出来了。这届网友简直太给力！我迅速切换大号，在我的社交平台发文：某些人太无良了，为了逃避责任，什么话都敢编。这孩子明明是我丈夫的亲妹妹，却被谣言。还附了几张乐乐之前的生活照，以及评论区截图。发完后，我顺手用秦立恒转的钱买了推广。做完这些，我就美美睡觉去了。第二天，我在婆婆的吵闹中惊醒。你安的什么心？把乐乐照片发网上？我睡眼惺忪，一脸茫然。妈，怎么了？婆婆打开我的社交平台，把手机对我脸上。乐乐小小年纪，你在网上乱发什么？我定睛一看，才发现昨晚发的那条声明火了。最近宋云的事闹得火热，只要和他名字挂钩的话题都有流量带。因为我的声明，宋云的筹款渠道被网友质疑有问题，被迫关停，连带着好不容易筹集的几万块钱也被系统自动退回。婆婆怕是引起太大关注，挖出乐乐身世的真正秘密，这才倒打一耙，训起我来。我义愤填膺，是乐乐先被造谣有自血病，我才反击的。我们乐乐好好一个孩子，凭什么被拿去做挡箭牌？婆婆被我对得没话说，胡搅蛮缠起来。反正你必须把这个删了，对孩子影响不好。我摇头拒绝。妈，你别怕，我们就得拿起武器捍卫自己。身为乐乐的嫂子，我有义务保护她。说完，我就穿好衣服，做事要出门。我们去找乐乐，和他一起拍个视频，证明乐乐是咱们家的孩子。婆婆见拦不住我，一时心急，竟猛推了我一把。我顺势摔倒在地，挤破早就藏在裤子里的仿真血带。哎呦，我肚子疼！妈，你推我干嘛？几滴血顺着我的腿往外流，我面色痛苦，不断痛苦地叫唤。婆婆满头大汗，想扶我又不敢，双手僵在原地动弹不得。她愣了半天，这才想起打120。就在她即将拨通电话时，她的手机率先响了起来。妈，你快来！秦立恒焦急的声音传来，我这才松了口气。前一世的这天，秦立恒莫名接到医院电话，和婆婆消失了3、4天。他对我解释是公司和医院合作建新院区。现在想想，应该是乐乐的病出现了什么问题。幸好我赌对了，否则还真不知道一会儿救护车来了要怎么演下去。我装模作样的发疯，我辛辛苦苦给你家怀孩子，你还推我，你给我滚！我不想看见你。婆婆如释重负，边给我赔不是，边手忙脚乱地跑出家门。她走后不久，我就叫来搬家公司，把我的东西全搬进了事先租好的房子。随后，我戴好帽子、口罩，全副武装去了筹款通道中显示的医院。经过打探，我才知道秦立恒已经欠了不少医药费，医院里天天催他缴费，甚至快到了停药的地步。而乐乐的病已经十分危急，所剩时间不过4个月。这样说来，上一世我的早产也是这家人的计划，因为乐乐根本等不到孩子足月降生。我悄悄拍了几张秦立恒和宋云守在乐乐病床前的照片，然后消失在人来人往之间。2天后，秦立恒给我打来电话：暖暖，你在哪？我顺手打开手机监控，看着秦立恒正站在家里不知所措。
婆婆更是像个做错了似的，可怜巴巴地站在秦立恒身边。我在电话里痛哭流涕，没想到你妈那么恶毒，知道我怀孕还推我，现在好了，孩子没了，我要和你离婚。秦立恒的脸一下子白了。什么？孩子没了？他摇摇欲坠，几乎要摔倒。可不是吗？乐乐唯一的希望破灭了，还是他妈亲手造成的。我表现出对他失望至极的态度。我最近不想看见你们。随后便挂断了电话。监控中，秦立恒颤巍巍地拿着手机愣神，而婆婆手足无措。我哪知道她那么脆弱，她非要去找乐乐，我怕露馅财。够了！秦立恒冲他妈怒吼。现在她流产了，乐乐怎么办？让你干点什么能干好？婆婆没想到她尽心尽力为秦立恒操劳，甚至为了他的名声，还主动背负起了老蚌生珠的名号，到头来得到的却是儿子的埋怨。他目瞪口呆，一屁股坐在地上哭嚎。天啊，我这都是为了什么？好端端的日子过成这样，这场狗咬狗的好戏只是开胃菜。秦立恒这几个人可是欠了我孩子和我的命。在我的降价急售下，原本160万的房子被我降价20万，迅速出手，买家赚了便宜。好说话的让我们再住3个月。秦立恒一开始还算安静，每天给我打电话，我不接，他就开始疯狂短信攻击，言语中流露着悔恨，还提到我们曾经恋爱时的美好。老婆，这次是我对你不好，给我个机会好吗？婆婆也被迫着给我打电话发短信道歉。我强忍对这对母子的恶心，全部按下删除键。不出所料，没了孩子，秦立恒还是没放弃在我身上吸血。这天下午，他来到我的公司，指名点姓说要见我。同事们见他手捧玫瑰，满脸忐忑，讨好的看着我，纷纷了然，以为我们夫妻俩吵架了。几个和我交好的同事劝我，暖暖，夫妻哪有不吵架的？是啊，你看小秦认错态度良好，就原谅他吧。秦立恒对几位同事露出感激的笑容，谢谢各位帮我说话，等我哄好暖暖，就请大家吃饭。他这副随和友善的模样，赢得同事们的一致喜爱。甚至在他手捧玫瑰花向我单膝跪地时，同事们感动得不断起哄。我恨得牙痒痒，却面上不显，感动地接过他手里的玫瑰，娇嗔：以后可不能惹我生气了哦。秦立恒连忙点头，伸出手发誓：我秦立恒以后再让暖暖伤心，就天打雷劈。我装作满脸幸福，开始给他洗脑。虽然孩子没了，但我爸妈也给了我钱，等咱们现在住的这套房子一卖，换个更大的，再好好备孕，生个宝宝。秦立恒听到钱，眼睛都亮了，连连点头。我借机拉着他合影，把照片发在了社交平台上。照片中的我完全是沉浸在爱河中的小女人姿态，娇羞地倚在秦立恒身上，手捧他送我的玫瑰花。秦立恒这货也是会装，满眼深情地看着我。凡是看了照片的人都以为他是个痴情。我附文都说7年之痒，在我和先生身上却未能体现。今年是我们在一起的第8个年头，先生依旧爱我如初。我猜宋云一定会看我的社交平台，他现在既没钱，孩子唯一的希望也破灭了，还在我的社交平台看我和秦立恒情深意切，只怕要气得呕血。我好好安抚了秦立恒一顿，答应他不再怄气，今晚下班就回家。又敲响了领导的办公室门。先前您说的去隔壁市学习，我想试试。领导面带迟疑，小程，我很看好你，可你刚结婚没多久，两地分居，你丈夫同意否？
放心吧，领导，家里不是问题。果然，当天下午，宋云就情绪失控，敲响我家的门。监控里，他站在我家客厅，流着泪控诉秦立恒：“是你当时说等程暖早产生完孩子，取完脐带血后，再想办法把程暖解决了。现在倒好，孩子被你妈搞流产了，你也不出钱，你是想让乐乐死吗？乐乐可是你的孩子。”秦立恒怕下班回来的我撞见此事，敷衍着让宋云快点离开。我这都是在想办法。宋云不依不饶，他贪婪地环视四周。他不是要卖房子吗？你把钱要来，我们带乐乐去在地治病。秦立恒不耐烦了，毕竟乐乐的病是个无底洞，说不定最后人财两空。而我有房有钱，又承诺给家里换大房子，这对于一向贪心的秦立恒而言，无疑有极大的诱惑力。就算他对宋云再有感情，也架不住再三波折。一直躲在房间的婆婆窜了出来，对宋云破口大骂：“你这个女人，诚心让我儿子不得安稳是不是？要不是你没本事，生下个病秧子，我家怎么可能鸡犬不宁？”宋云一时不察，被他差点推倒。反应过来，宋云眼眶通红，揪着婆婆的头发不松手：“我知道了，你是故意让程暖孩子流产的，你就是不想就乐了。”说完，两个女人当场厮打厮开。婆婆毕竟年纪大了，占不到便宜，被宋云扇了几巴掌。婆婆是个极其溺爱孩子又贪婪的人，当初要不是秦立恒出轨有了孩子，而宋云没什么钱，她才不会对外宣称孩子是她的，好让秦立恒和我结婚，在市区扎根。眼下她清醒了，发现乐乐是个甩不掉的包袱，恨不得让宋云死。宋云认定秦立恒母子俩不想管他和孩子，对母子俩恨意十足。你们闹够了没有？秦立恒好不容易分开两个女人，程暖马上回来，不想暴露就给我滚。宋云死死盯着秦立恒母子俩，眼睛里满是刻骨的怨毒。乐乐是你的孩子，为了他，我人不人鬼不鬼，现在就连工作都快保不住了，想甩掉我们，你们等着瞧。宋云扔下这句话，摔门而出。婆婆冷静下来，担忧地问：“这疯子不会要？”秦立恒叹了口气，一口咬定宋云为了乐乐的医药费，也不敢往外说。晚上我回到家，秦立恒特意做了一桌丰盛的饭菜，婆婆也举起茶杯给我道歉：“是妈妈当时太冲动了，对不起暖暖。”我抹着泪原谅了他们。孩子已经没了，可日子还得过下去。妈，你也别自责了，等我养好身体再要旧事。和几乎崩溃的宋云一对比，我简直好太多了。婆婆和秦立恒对视，脸上都露出满意的微笑。我反手把丰盛的晚餐发到网上，辛苦整天，有疼爱我的老公和婆婆等我回家，身上的疲倦一扫而空。半个小时后，秦立恒的手机响了，他借口处理工作，把自己关进书房。婆婆觉得和我独处尴尬，推说洗碗，进了厨房。我拿起婆婆的手机，给她设置了短信拦截，随后打开监控。宋云愤怒的声音传来：“秦立恒，再给你3天时间，3天后我要见到钱，不然你就等着身败名裂吧。”秦立恒有些慌，宋云竟然不是说着玩的。现在网上的舆论愈演愈烈，宋云要是真把这事爆出去了，她社死是小事，工作也得丢。更何况我知道这件事后，肯定会和他离婚，那他辛苦谋划那么多年，岂不是一无所有？秦立恒满脸苍白：“暖暖，跟你商量件事，最近公司工程款出了点问题，能不能用你手里的钱？”我装作十分关心地问了几句，在得到秦立恒
就用几天，资金周转好，立刻给我的保证一口进乔斯碾叶达月刻印下来。后，秦立恒显然松了口气，抱着我连声说：“还是老婆最好。”我满脸幸福，强忍恶心在秦立恒脸上亲了一口，把秦立恒撩拨得满脸通红，说要去洗澡。趁他在浴室洗澡的时候，我打开了秦立恒的手机，用他公司的公务卡套现出10万转给了婆婆，然后把手机放回原处，关上我家的电闸，扬长而去。秦立恒洗着洗着没了热水，被冻了个透心凉，在浴室里直喊妈。等我第二天悠哉悠哉地回到家时，秦立恒正坐在沙发上黑着脸等我。老婆，你昨晚去哪了？我怎么都找不到你。我眨眨眼，一脸无辜。我昨晚加了个班，怕打扰你休息，就在公司睡了。随后，我惊讶地看着秦立恒，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吗？秦立恒显然没料到我会反咬一口，愣了愣才说出他编好的借口。昨晚家里突然停电，我手机也没电了，想找你都找不到。我哦了一声，十分善解人意的没有拆穿他的谎言。婆婆这时也从房间出来了，看了我一眼，欲言又止。我装作没看见，热情地和婆婆打招呼，然后去厨房做早饭。秦立恒和婆婆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出了无奈。吃饭时，我提起卖房的事，老公，我昨天和买家商量好了，咱们这个房子能卖140万。秦立恒眼睛一亮，随后不知想到什么，眼神又暗淡下去。老婆，卖房的事先不急，我最近看中了一个项目，投进去肯定能大赚一笔。我心里冷笑，面上不显。好啊，需要投多少钱？我给你。秦立恒没想到我会答应的那么爽快，愣了一会儿才试探的开口，也不多，就50万。我爽快的答应了，并且提出要用我的手机银行转账。秦立恒不疑有他，毕竟手机在我手上，他也做不了假。于是他把收款人的姓名和卡号发给了我，我当场给他转了50万过去。秦立恒看着收款成功的界面，激动的饭也不吃了，当场给那个人打电话：“喂，刘哥，钱我给你转过去了，你一定要带着我赚钱啊！”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男声，似乎在保证什么。秦立恒一脸喜色地挂了电话。我好奇地问了一句：“是谁？”秦立恒随口敷衍：“是我一个哥们。”然后催促我赶紧把房子卖了，好让他投更多的钱进去，赚大钱。我满脸感动地看着他：“老公，你真的是为了我们的未来在努力。”秦立恒一脸深情地看着我，似乎也被自己感动了。“是啊，老婆，我这么做都是为了我们的将来。”我心里冷笑，恐怕你是为了宋云和乐乐的将来吧。不过没关系，很快我就会让你知道什么叫做偷鸡不成蚀把米。几天后，秦立恒兴奋地告诉我，他投的那个项目赚了大钱，不仅50万本金回来了，还赚了20万。我看着他满脸喜色的脸，也为他高兴。太好了，老公，这下我们可以换个大房子了。秦立恒却有些支吾：“老婆，我想再投点进去，这样我们能赚更多。”我脸上的笑容淡了些。可我们不是说好等房子卖了就换大房子吗？秦立恒见我似乎有些生气，连忙哄我：“我这也是为了我们将来能住更好的房子，你相信我，这次肯定能赚大钱。”我看着他信誓旦旦的脸，心里冷笑：“好啊，既然你想玩，那我就陪你玩玩，好吧？我相信你一次，但是这次赚了钱，我们必须要买房子。”秦立恒见我松口，连连保证。于是我又借了他100万。当然，这100万也不是那么好拿的。
我直接联系了上次那个买家，以130万的价格迅速把房子出手了，然后拿着钱直接找到了秦立恒的那个哥们。我表明身份，说是秦立恒的老婆，想和他一起投资。那人本来还有些犹豫，但是一听我有100万，立马就答应了。我当场把钱转给他，然后留了个心眼，让他写了收据，还按了手印。这一切做完后，我才心满意足地离开。秦立恒还在做着发财梦，根本不知道我已经把他的财路断了。几天后，我接到了那个哥们的电话，他语气慌张地告诉我，他被人骗了，所有的钱都打了水漂。我早就知道会是这个结果，因此并不意外。我淡定地挂了电话，然后回家等秦立恒的好消息。秦立恒回家时脸色铁青，显然是已经知道了事情的结果。他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愤怒和失望。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知不知道你毁了我的一切？我装作一脸茫然。老公，你在说什么呀？我怎么听不懂？秦立恒见我还在装傻，直接把手机摔到我面前。你自己看。我拿起手机，看到了他和那个哥们的聊天记录。原来那个哥们把事情都告诉了秦立恒。我看着聊天记录，心里冷笑，面上却装出一副不可置信的样子。老公，你听我解释，我也是想帮你，我不知道会这样。秦立恒显然不相信我的说辞，他瞪着我，眼神里充满了怒火。程暖，我真是瞎了眼才会娶你。说完，他摔门而去，连夜搬去了公司住。我看着他离去的背影，心里没有一丝波澜。我早就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但是我并不后悔，因为这一切都是他自找的。秦立恒搬走后，我过了一段清静的日子。这期间，我也听说了他和宋云的事。据说宋云为了给孩子治病，已经借遍了所有的亲戚朋友，但是乐乐的病就像个无底洞，多少钱都填不满。秦立恒也被他缠得没办法，只能到处躲他。我听到这些消息时，只是冷笑一声，并没有任何表示，因为我知道他们的苦难才刚刚开始。不久后，我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是程暖吗？我是市公安局的，请你来一趟，我们有些事需要你配合调查。我心里一动，知道是那件事有结果了。我立马驱车前往市公安局，找到了给我打电话的警官。他告诉我，他们已经查清了那个哥们的底细。原来他是个惯犯，专门利用人们想赚钱的心理进行诈骗。他们已经掌握了他的犯罪证据，马上就要对他进行抓捕。我听到这个消息时，心里并没有太大的波动，因为我知道这一切都是秦立恒自找的。如果他不是那么贪心，想要一夜暴富，就不会被人骗得这么惨。我配合警官做了笔录，然后离开了市公安局。几天后，我接到了秦立恒的电话，他的声音听起来很疲惫。暖暖，是我错了，你原谅我好不好？我冷笑一声。秦立恒，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我们之间已经结束了。秦立恒似乎没想到我会这么决绝，他沉默了片刻，才低声开口。暖暖，我知道我对不起你，但是请你看在往日的情分上，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我听到他的话，只觉得一阵恶心。秦立恒，你真是太可笑了。你当初和宋云在一起时，有没有想过往日的情分？秦立恒被我对得说不出话，我趁机挂了电话，把他拉进了黑名单。几天后，我听说秦立恒被公司辞退了，因为他涉嫌挪用公款，而宋云也因为受不了打击，选择了和秦立恒分手。我听到这些消息时，只是冷笑一声，这一切都是他们自找的，与我无关。我过上了清静的生活，每天上班下班，
偶尔和朋友们出去聚聚，这样的生活让我感到很满足，也很快乐。至于秦立恒和宋云，他们已经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我不再关心他们的消息，也不再想起他们，因为对于我来说，他们只是过客而已。故事完，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婆婆得了癌症，急需钱救治，但她家想的不是卖2老养老的房子，也不是想卖我老公婚前的房子，而是让我卖婚前房子救婆婆。我好算盘，这救命钱谁爱出谁出，我反正不出。婆婆肺癌住院了，恰好老公张峰因为要出差，想让我先去医院照顾一段时间。他道：老婆，就1个星期，我1个星期就回来了。我默默掏出手机，找出婆婆当初给我放的那些狠话的录音。我就是不想给你看孩子，又怎么了？法律都没有规定，婆婆一定要帮儿媳妇带孙子。你也不用拿我将来的养老来说事，我有儿子有老公，将来我就是病得瘫痪在床了，也不需要将就你，不需要你来看一眼。张峰，他沉默了片刻，偷换概念道：老婆，现在不是我妈需要将就你，是我需要将就你，当我求求你，行不行？我斩钉截铁，不行。但即使我并没有答应张峰去医院照顾婆婆，次日张峰还是出差去了。到了出差的目的地后，给我打电话，嘱咐我：老婆，我妈那里你每天送个饭就行了，费不了你多少时间。你如果实在抽不出空，就给我爸和我妈点个外卖，真只是送个饭这么简单吗？我冷淡地哦了一声，抽不出空，外卖你也自己点吧。张峰有些生气了：秦雪，我是真的出差有事才求你的，不是我想把责任往你头上推。我依旧冷淡：我也跟你说了，我抽不出空，没什么事，我挂了，忙。张峰，我以为我拒绝的够明显了，但我万万没想到，中午的时候，我接到了婆婆刘琴的电话，她开口就是问责：秦雪，让你送个饭，你是要等我跟你爸都饿死了才能送来吗？我别等了，不送，想屁吃呢。他当初怎么跟我说的，我就要怎么执行。他以前怎么对我的，我现在就要怎么还回去。说起来，我跟刘琴也曾和睦相处过。在我和张峰最初结婚的那段时间，我俩是相亲认识的。彼时他26，我25，在龙城这座不算大的城市里，都被家里催婚，安排相亲，然后凑到了一块儿。他是做销售的，很会说话，我觉得他过得去。我是小学老师，看上去很温柔，他也觉得我过得去。是以认识的第3个月，我俩确定了恋爱关系。恋爱1年多，我俩基本没吵过架，加上那时候的刘琴很会说话，龙城的彩礼又不高，我俩没什么波折的便结婚了。我跟张峰都是独生子女，婚房是张峰家出的首付，我自己婚前也有房子，谁也没有占谁的便宜。结婚的次月，刘琴就开始催生，当然那时候她催生的话术十分好听。她道：闺女，趁着我跟你爸还年轻，还能帮你们带孩子，你们赶紧先把孩子生了，不然到时候我跟你爸年纪大了，你们俩自己手忙脚乱。这人啊，过了50就是见天老，指不定哪天就大病缠身，帮不了你们了。他还保证，你们放心，孩子出生后，你们俩该上班就自己上班，孩子交给我跟你爸。我以前就是在医院做护工的，你爸上班也不忙，我们能带好。我跟张峰本身也没打算丁克，婚前就商量好，趁着2家老人都还能帮忙的时候，先把孩子给生了。再则，
我亲妈虽然还没有退休，也是这么催的，所以对刘琴的催生我并不反感。周末还时常跟她一起逛街聊天。但这样和谐的日子，在我生孩子前2个月正式结束了。我怀孕后，孕反并不强烈，哪怕偶尔张峰出差，我也能生活自理。再则，我跟张峰的婚房离我娘家比较近，怀孕后想吃什么都是直接去我妈那里，基本没怎么麻烦过刘琴。她偶尔提点水果来我们这里，关心我。我怀孕快7个月时，因为肚子实在太大，开始行动不便，她才过来照顾我。我俩的矛盾也开始出现了。那时候我因为超重，医生建议我不要吃太多，到时候不好生。但她成天在我面前叨叨，让我多吃点，说我不多吃点，吃好点，没有营养，孩子生出来瘦不拉几的，不好养活。且她不但叨叨，还跟有什么大病似的，逼着我吃。最初我没理会她的叨叨，她说我不想吃了，就直接放筷子。有一次我把碗筷都放了，她非要再给我盛一碗饭过来，让我继续吃。我跟她强调吃不下了，医生也说让我少吃点，结果她直接给我来了句：“这是哪个医院的庸医？这么说话，这不是害人吗？”我搞笑吧？他是。我刚准备反驳，张峰先说话了。张峰道：“妈，你是专业的，还是医生是专业的？你质疑起医生来了。”刘琴理直气壮：“当然是我比较专业了，我可是生过你的。那医院现在的小年轻医生，哪个生过孩子，哪个有经验啊？听妈的，肯定没错。我这也是为了你们好。”张峰让他少说话，多吃饭，实在太闲，把家里的卫生多搞搞。刘琴闭嘴了，但也仅仅是张峰在的时候闭嘴了。张峰一去上班，他就闲不下来的开始跟我长篇大论孩子出生时大一点的好处，还举例说他家隔壁亲戚的儿子出生的时候快10斤了，现在才15岁。就已经有1.85米了，让我别为了身材害得孩子到时候长不高。我白了他一眼，所以这就是张峰没有1.85米的原因吗？刘琴，若他只是单单这么跟我说，我都不至于生他的气，顶多觉得他关心孙子，有点失心疯了。但没多久，过年走亲戚时，我跟张峰一起去了他舅舅家。他舅舅家的女儿也是结婚不久，怀孕了。闲聊时，刘琴跟他弟说：“晴晴现在怀孕有4个月了吧？让晴晴少吃点啊，后期太胖可不好生。”我那时候生张峰才6斤8两，都生了1天才生下来。对，晴晴是他的侄女，我搞双标，合着我肚子多大，多难生都无所谓。孩子大点就行，到他侄女那里就是大人更重要了。我这人吧，有时候确实不太厚道。我立马大声接口说：“妈，你不是说孩子出生时越大越好吗？你还一定要我多吃点，我吃不下了，你都要硬塞我1碗饭，说孩子出生的时候太瘦，将来长不高啊。”刘琴想叨我，最终讪讪说：“我那不就是因为照顾你，才从医生口中得知的吗？”我生怕他下得了台，继续说：“妈，你别害了晴晴啊！我跟你说，医生让我少吃的时候，你可是骂医生庸医来着，让我听你的，别听医生的，说医生又没有生过孩子。”刘琴被我搞了1次后，再也不喊我多吃点了。但逮着我让他下不了台的事，一直跟张峰告状，说我小心眼，一点小事斤斤计较，还闹到亲戚面前，让他丢脸。我那时快生了，张峰没有把这些话说到我面前来。我知道他跟张峰说过这些话，是在儿子出生后，儿子小星星出生后，
曾经口口声声说我只要负责生的刘琴不说了，我是剖腹产，在医院住了7天的院，费用全部是我跟张峰自己出的，他却在旁边心疼钱。我爸妈出去吃个饭的空档，他对着我蹦出一句：自己生多好，剖腹产这么贵还恢复得慢。我没什么力气跟他讲道理吵架，有气无力地对他：不是你自己让我多吃点，就是吃多了，太胖了，现在才不能自己生的呀，都没让你出钱，你还抱怨上了。刘琴见我变了脸色，闭嘴了。我以为这是他能做出来的极限了，事实证明我错了。从医院回去后，他才开始了他真正的表演。回家的第1天，他以在医院没睡好为由，把孩子丢给我跟张峰，要自己回家去。张峰有些傻眼了，毕竟我还在医院的时候，我妈问他要不要请假过来一起照顾我坐月子，是刘琴拍胸部保证，说不需要，他和张峰就够了，让我妈别请假的。再说，真在医院没睡好的只有张峰一个人吧。每次半夜我有什么事的时候，刘琴都是雷打不动的在旁边的小床上打呼噜，喊都喊不醒的那种。所以张峰叫住要走的他问：妈，你现在回去，我们怎么办？刘琴：小星星现在基本都是在睡觉，没什么可忙的呀。张峰问：秦雪的月子餐呢？你明知道我不会做的呀。刘琴这才不情不愿地留下了，可即使人留下了，事儿也没干，孩子哭了，他看都不看一眼。中午做个饭，叫走了正在看孩子的张峰5次。晚上给孩子洗澡的时候就更搞笑了，他说腰疼蹲不下去，不能给小星星洗澡，但他不叫张峰，而是叫我，理由是小峰一个大男人怎么可能干得好给孩子洗澡这种细活？万一把小星星给磕到碰到了怎么办？这种细活还得是女人才做得好。我面无表情回他：做不好就学，医生让我没事别碰水。刘琴想朝我翻白眼，见张峰把孩子抱过去了，最终忍下了。1天下来，他对我最和颜悦色的时候，是我妈下班来看我的时候。次日，他家几个亲戚来看小星星。昨天那个连孩子哭了都懒得看一眼，因为腰疼蹲不下去，让正在坐月子的我给孩子洗澡的刘琴一把从小床上抱起孩子，还能抱着孩子给几个亲戚倒上茶水，并笑着跟几个亲戚显摆道：小星星生下来有7斤呢，是当天医院剖出来的最大的婴儿。但等亲戚一走，他立马把孩子还给我，躺床刷手机去了。亲戚们分批来了3天，他假装勤快了3天。第4天的时候，他感冒了，我同事来了，他要再抱着小星星去显摆的时候，我怕小星星被传染，让张峰阻止了，他没显摆成，先委屈上了。等我几个同事走了，他在客厅的沙发上刷着手机阴阳我，帮你做事的时候没见你嫌弃我，我一感冒就嫌弃上了，连孩子都不给我抱了。张峰大概是被他这几天的行为给气着了，比我先发脾气了，回对他：你是大人，感冒了吃点药就能好，万一把小星星给传染了，小星星这么小，免疫力没你那么好，就得进医院了，到时候你又不带。刘琴不敢置信地看了眼张峰，愣了一下，继而眼泪刷一下流了出来。张峰见他哭了后，噤声了，磕磕巴巴道：妈，你这是干什么？我说错什么了吗？于是刘琴更起劲了：我尽心尽力帮你们，还帮出错了，你们现在是一家人，一起合起来排挤我。张峰插话：妈，谁排挤你了？话没说完，刘琴打断了他：难道不是吗？你以前什么都听我的，结婚后什么事都听秦雪的，秦雪还针对我，
上次就为了点小事，让我在亲戚们面前下不了台。我跟你说的时候，你没帮我说一句话就算了，还说是我的问题。我不都是为了你们好吗？现在我帮你们做着事呢，秦雪就又开始挑我的刺了。我无语凝噎。最终，刘琴以自己感冒了，反正在我们这里也是被我们嫌弃为理由，回去了。我妈只能临时请假来照顾我。刘琴这一走，直到我出月子，人都没有再出现过。是我妈在快照顾完我坐月子时，问张峰他妈到底是个什么态度，能不能带孙子？不能带就提前说一声，好赶紧找保姆，别这么临时的折腾人。刘琴在听完张峰的转告，得知我妈让我们找保姆，才又过来了。她过来后，在我妈面前又是另一副面孔，笑着解释说：“亲家母，辛苦你了，实在是我感冒了，不想传染给小星星，也不想传染了秦雪，这才不得不请你过来照顾一段时间。”俗话说，伸手不打笑脸人。我妈专打笑脸人。我妈，什么感冒需要休息1个月才好？你不想带你就直接说，别又当又立的。她顿了顿，咱摊开的说，我还有1年才退休，我姐已经退休了。如果你实在不想照顾自己家孙子，我可以请我姐过来照顾，每个月3000，我已经打过招呼了。但这个钱，我女儿跟你儿子还完房贷，再加上小星星的开销后，他俩肯定出不起。孙子咱2家都有份，这个请保姆的钱，我们2家一家出1半。刘琴不干了，亲家母，不用请保姆的，我当时真只是感冒了，现在感冒好了，肯定能照顾小星星跟秦雪的。然而我妈才出门，刘琴以为我送我妈出门去了，转头就跟张峰告状：“你岳母娘真会算计，让她姐来做保姆，还要这么高的工资，她不如直接让我们家给她姐1500呢。”她顿了顿：“我现在给你们带孩子，不就是干着保姆的事儿？她怎么不说？她家给我1500，能不能要点脸了？”原本送我妈出门，但只送到门口，就被我那怕我出门冷的我妈给赶回来的。我听着她这些话，一脸懵逼。好在那时的张峰还是向着我的，我还懵逼着，他直接对了回去。他道：“妈，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我还没有结婚的时候，你就给我画饼，说只要我结婚生孩子了，孩子你肯定帮忙带。我刚结婚，你就天天催生。”他顿了顿：“婚是你催的，孙子也是你催生的，结果孙子出生后，儿媳妇坐月子你挑刺，我岳母娘也没说什么，来照顾了。你现在连岳母娘的刺一起挑上了，你到底想干嘛？”刘琴沉默了一下，我就随口说2句也不行啊。张峰，你只是随口说2句，别人听见怎么想？刘琴说不过，就开始以妈的身份压人。我以后不说就是了。你对我上纲上线做什么？我是你妈，不是路边的阿猫阿狗。我这些年把你养大，现在还来帮你带孩子，我欠你的呀，还养出仇来了。张峰，我不是这个意思。刘琴，那你是什么意思？我是你妈，难道比不上外人对你好吗？我做这么多还不是为了你？张峰闭嘴了。此后刘琴真没再说了，当然她的不再说了也是跟她劝我在孕后期多吃一点一样，仅仅是在张峰面前闭嘴了，在我这里继续叨逼叨，还比之前更加咄逼人，行为也十分双标。中午张峰不在家吃饭，我不爱吃什么菜，他就做什么菜，或者直接拿昨天剩下的菜敷衍一下我。晚上张峰回来了，大鱼大肉，还一定得等张峰回来才做饭。有一次张峰在公司加班，打电话说晚上不回来吃晚饭，
他把已经切好的菜直接给原路放回冰箱了。这些我无所谓，年轻人有外卖活得下去。周末我妈双休，我直接带着小星星回我妈那里。就这，他还好意思恶人先告状，跟张峰说我不知道过日子，天天中午他做的饭菜我嫌弃不吃，非要吃外卖，外卖那么贵还不干净。更过分的是，张峰在家，他抱着小星星，左一口宝贝，右一口乖孙，小星星只要一哭，他能把脚底板跑出火花。张峰不在家，小星星哭得脸都紫了，他也继续安心地躺在沙发上刷手机，还专门刷那种说国外的婆婆都不需要帮儿媳妇带孙子的视频，把音量调到最大，放给我听，天天放的那种。张峰还觉得他妈挺好的，同我道：你坐月子的时候，我妈可能真的是感冒身体不舒服，才没有照顾你坐月子的。现在她身体好了，这不都照顾得好好的吗？我呵，对，你在家的时候，她都照顾得挺好的。原本我考虑到我只有1个多月的产假了，等去上班了，还需要将就她给我们带小星星，不想跟刘琴计较了。但没几天，张峰出差去后，他直接丢下我跟小星星下楼去打麻将了。从早上出门到晚上才回来，我给他打电话，他直接回了我一句：孩子现在在家成天睡觉，能有什么事？别老给我打电话，影响我的手气。再说，我就是不想给你看孩子，又怎么了？法律都没有规定，婆婆一定要帮儿媳妇带孙子。就他这态度，小星星以后真放他那里，我也放心不下。所以他打完麻将回来后，我直接对他：妈，你不想带小星星，直接跟你儿子去说，我都不说你不是来帮我带孩子的，是帮你儿子来带人的。就按照现在你儿子在家，你就带小星星一下；你儿子不在家，小星星怎么哭你都不管的状态，你也丝毫没有减轻我的负担。所以别一天天来给我摆脸色，暗示我，搞得好像是我强迫你过来带孩子似的。就你这，我们还不如请保姆。当然你不想出我们找保姆的钱，也跟你儿子说，别他妈没有老佛爷的命，还得老佛爷的病，认为儿媳妇得跟古时候一样，每天给你请安，按照你的意愿哄你开心。大清早就亡了，耐带不能带，您老直接回去，不将就，行吧？刘琴被我几句话说的一甩手，回去了。我以为我说的这么清楚了，刘琴回去就不会再来了，但我想多了，她只回去了2天，因为她回去当天，我就把我大姨被请过来照顾小星星了。她知道后，再次回来了，见我大姨在带小星星，跟我大姨吵架，指着我大姨的鼻子骂，自己家人的钱也想赚，还要不要脸的呀？是多没见过钱。他以前在我这里横，我看在张峰的面子上，也想着他好歹是小星星的亲奶奶，将来肯定能照顾好小星星的份上，都没跟他计较。但他指着鼻子骂我请过来的大姨，就摆明了是坏心肠，见不得我好了。我也指他鼻子骂，谁不要脸？你自己不帮忙带孙子的，我请人来帮忙带孩子，你还有脸上门来我家闹了？要丢脸回你自己家去丢，别在我这里讨人嫌。刘琴只被我骂了一句，顿时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开始哭嚎。我什么时候说过不带？是你不要我带的，我自己的孙子你不让我带，还是我的错了。我特么，幸亏他走那天我摁了电话录音，不然我真要被他气死。我播放完他的话，指着门口朝他吼：老妖婆，出去，我们以后老死不相往来。他不出去，站起来朝我吼：要滚也是你滚，
这房子可是我们家买的。行，我滚！我当即收拾东西，带着小星星当即回娘家去了。次日，张峰提前回来了，来我娘家接我回家。我不回，让他跟我住我自己房子去，他也不去。他说这样他就想上门女婿了。我僵持了7天，他又请他家几个长辈过来，请我回去。也是他家几个长辈来了我娘家后，我才知道刘琴为何要这么针对我。他家长辈先是替刘琴道歉，说刘琴只是一时气头上的话，并没有什么恶意，辩解他也是为了我们着想。见我跟张峰本来就没什么钱，还要请保姆带小星星，心疼我俩的钱了。后又跟我说了一堆刘琴以前的事。刘琴以前嫁给张爸的时候，很不受婆家待见。当初她婆婆不愿意帮她带孩子，张峰都是她一个人一手带大的。她婆婆那时候过分到在家里做了一桌子菜，谁都喊了，唯独不喊她的地步。最后总结，让我为了张峰，也为了小星星，看在刘琴以前一手带大张峰的份上，别跟他一个老人家一般见识，他也可怜。我听明白了，刘琴现在这般针对我的行为，翻译过来就是我淋过雨，所以也要撕了别人的伞，还让我别跟他一般见识了，我得跟他一般见识到底。我反问，所以她婆婆以前对她不好，她就要把她在她婆婆那里受过的气全部还到我头上来了。老话都是说冤有头债有主，她这些年对她婆婆有怨气，难道不应该是找她婆婆有怨报怨，有仇报仇吗？结果她来找我撒气，哪里来的这样的道理？亲戚继续辩解，不是这样的，你婆婆那人就是说话不过脑子而已，人还是好的。她以前还跟我们说，她要把你当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对待，她以前受过的气肯定不会再让你受一遍。再说你跟张峰孩子都生了，这样一直僵持着，你还住娘家，别人怎么看嘛？好说不好听啊。但他的行为是把他以前受过的气全部都让我再受一次啊！亲戚接不下去了，道德绑架我。你是晚辈，也是老师，你明大理，得饶人处且饶人吗？呸！我是老师，又不是受气包，我饶个屁！他这次让我滚，我听劝回去了，下次他就该直接往我脸上扇巴掌了。反正我会回去的，我是什么很贱的人吗？你们也别劝了，我肯定是不会回去的。你们不如帮我劝劝张峰，让他跟我住我那边去，不然别人爱怎么说怎么说去。亲戚们走了，3个月后，张峰妥协了，跟我搬去了我的房子。他家给他买的那套房子出租，补贴家用。我跟刘琴几乎是不再来往，联系方式全部拉黑。过年过节我都不再踏入他家门半步。我大姨帮我们带了1年的小星星，直到我妈退休前，我跟张峰出一半，我爸妈出一半。我跟刘琴再次有交际是在小星星5岁后，刘琴试图来找我和解。那年过年，她让张峰喊我去他家过年，我当然不去。张峰还觉得是我的问题，他颇有些愤怒道：秦雪，都过去5年了，你还要跟我妈置气到什么时候？我想都没想答，一辈子吧。你妈在我这里已经是陌生人了，我干嘛要去陌生人家里过年？张峰，他怎么说也是我妈，我妈现在想跟你和解，你有必要拿着以前的那点破事一直斤斤计较吗？我呵呵，你妈现在想和解是为什么？你不清楚，我还不清楚吗？孩子大了，好带了，不需要她熬夜帮忙了。我妈也退休了，不用再请保姆，更不需要她出钱了。她觉得自己又是小星星的奶奶了，可以时不时牵着孙子出去跟人显摆自己有孙子了，
遇上几个不明真相的亲朋好友，还能跟亲朋好友诉说一下他这几年带孙子多么辛苦，他想得美。张峰被我说的有些生气，秦雪，你这么说话有意思吗？说的好像我妈没帮忙带小星星，就不是小星星的奶奶了一样。这话不用想，是刘琴跟张峰说多了，张峰没过脑子，下意识说出口的。这5年，自从我不跟刘琴来往了后，刘琴时不时就给张峰打电话，这也是我为什么会知道刘琴突然又来找我和解的原因。他曾跟张峰打电话的时候，被我无意间听见过一次。他跟张峰道：“你奶奶以前那么为难我，我还不是为了你，为了这个家，忍了你奶奶那么多年，我现在都没有为难你媳妇，你媳妇却故意要把一点小事闹大，搞得整个家都鸡飞狗跳的。”他顿了顿，不屑再道：“你媳妇还真以为自己为了点小事跟我吵一架，回娘家再不回来，就是她赢了，很聪明呢。她回不回来，小星星也是我们家的孙子，还不用我帮忙出钱出力了。等过几年，孩子大了，还不是一样叫我奶奶？”张峰没反驳，也没附和，但在他心里应该也是这么想的。当然，张峰最初也气过刘琴，自己不想帮忙带孙子，还在我大姨来帮忙后上门来闹事，又口不择言，喊我滚出他家买的房子的事，搞得他两头为难。为此，他还跟刘琴吵过几句，但母子间哪有什么深仇大恨，这气不过几个月也就消了，这我可以理解。我跟我妈也时常因为些鸡毛蒜皮的事争吵几句，但谁都没有放在心上过。我气的是张峰还理所当然地觉得他都能消气，我也应该跟他一样，早就消气了。用他的经典名言就是：“那毕竟是我妈。”所以5年间，即使我跟刘琴闹得都老死不相往来了，过年过节或者周末，张峰时不时会带着小星星去刘琴那里，而每次只要张峰把小星星带过去了，小星星回来我就会有意外惊喜。小星星能说话后，他第一次把小星星带回去，小星星回来跟我说：“奶奶说她才是最爱我的。”他第2次把小星星带回去，小星星回来跟我说：“妈妈，奶奶说你不喜欢我，姥姥也不喜欢我。”他第3次把小星星带回去，小星星回来的发言更是让我怒火中烧。他道：“妈妈，奶奶说我跟爷爷爸爸才是一个姓的，你跟我们不是一个姓，你是外人。”更无语的是，有一次我在街上遇见他家一个亲戚，他家亲戚问我：“你婆婆想帮你带孩子，你怎么不给她带呀？”对，刘琴还到处跟人说是我不让她带孙子。为此，我跟张峰吵过很多次，但张峰都是轻描淡写一句：“孩子不懂事，乱说的罢了。”我那个气，孩子不懂事，你妈都快60了，还不懂事吗？这么教孩子，这么颠倒黑白。张峰却想都没想，给我来了句：“你怎么就知道不是小星星在说谎，亲戚乱说的呢？”我懒得跟他吵架，但此后我再没让他带小星星回去过。而我拒绝跟刘琴和解后，张峰又找我吵了一架。吵完，他干了件让我头顶冒火的事，因为我不愿意去刘琴家过年，所以大年初5，他给他家亲戚拜完年后，把刘琴跟他爸接来我们这里看小星星了。那天我带着小星星从娘家回来，见到坐在沙发上翘着2郎腿，一脸得意的刘琴，就已经一肚子火了，想问张峰要一个解释。张峰见我脸色变了，拉着我进了房间后道：“老婆，我妈已经1年多没看见小星星了，就是想小星星了，也想来看看你。这大过年的，你给我个面子，别耷拉个脸，
别跟我妈吵架，行吗？我强忍着怒火问。然后呢？然后张峰还要求我大度的先去跟他妈说话，说只要我跟刘琴先打个招呼，这样就算我们握手言和了。我整个人都惊呆了，但转念想想，大过年的吵架确实不好，于是同意了。出了房门，我和颜悦色地跟刘琴打招呼：“老太婆，这房子是我爸妈买的，写的我的名字，麻烦你滚出去。”刘琴、张峰、刘琴二郎腿不翘了，也得意不下去了，不敢置信地站起来吼我：“秦雪，这就是你跟长辈说话的态度，亏你还是个老师。”我看向张峰：“我跟你妈先说话了，她不愿意和解，让她赶紧滚。”张峰还没有说话，刘琴先说话了：“我一个长辈都过来跟你道歉了，你还这般咄咄逼人，是什么意思？”我冷笑了一声：“先不说你没有道歉，道歉我也不接受。你现在想和解是什么心思？大家都清楚，我不可能跟你和解。”刘琴急了：“我什么心思？我能有什么心思？我大过年来看你们，还看错了呀？”我把以前跟张峰说过的话又跟他重复了一遍后道：“我知道你婆婆当年对不好，不帮你带孩子，她老了后你还是照顾她了，但在我这里，你想都别想。”刘琴心思被拆穿，更大声地吼：“谁要你养老了？你也不用拿我将来的养老来说事。我有儿子有老公，将来我就是病得瘫痪在床了，也不需要将就你，不需要你来看一眼。我现在就是单纯来看我孙子，不需要。我儿子也不需要你看，怎么就不需要我看了？小星星是我家的孙子，我连跟他吵架的欲望都没有。”瞥了眼张峰：“你妈走不走？不走，我们就离婚。”张峰沉默了片刻，带着他爸妈走了。出门后，刘琴还在我家门口叫嚣：“离就离，他真以为他跟你离婚了，还能找到多好的呀？”贬低完我，他转头对张峰道：“你都快被人说成是上门女婿了，他也没有回来我们家过年一次，维护你的形象。这种媳妇有跟没有并没区别。”他们走后，我连离婚协议都打印出来了。我跟张峰离婚，没有什么共同财产，房子都是婚前的，婚后的钱还了各自的房贷，再加上我们和小星星的开销，基本月光。唯一的纠葛是小星星的抚养权。小星星我肯定不会给他，我都已经做好为了小星星的抚养权跟他打官司的准备了。但最终我俩没离成。原本已经被刘琴煽动同意离婚的张峰，在半个月后反悔了，来跟我道歉，说当时确实是他思虑不周，没有顾及到我的感受，招呼都没打一声，擅自把他爸妈接过来我们这里，给我添堵了，还保证以后肯定不会这样了。实话，在不涉及他妈的前提下，我俩能过下去。他虽然妈宝，但也很爱小星星，会辅导小星星功课，放假会带着小星星一起出去玩，工资除掉开销，大部分也花在小星星身上了。对我也还行，我俩结婚6年，过节他都还会买花。至于刘琴那里，反正都已经撕破脸了，我从来就没打算忍让他，从跟他撕破脸开始也没输过。我妈在张峰来道歉后也说，张峰如果道歉了，以后再也不带他妈去气你了，这事儿就算了。小星星还小，你俩真离婚了，最可怜的就是小星星。所以为了不让小星星变成单亲家庭的孩子，我接受了张峰的道歉。但没几天，我知道为何他当时都已经被刘琴煽动要跟我离婚了，又反悔了。因为刘琴被检查出了肺癌，还偏巧刘琴被检查出肺癌时正是张峰出差高峰期，
基本1个月有半个月要出差，所以张峰跟他爸在医院轮流照顾了3天后，把主意打到了我的头上，于是就有了开篇时张峰在我明确拒绝的情况下，执意出差，强行把责任往我头上甩。刘琴还打我电话问责的事，我没理会刘琴的问责，还挂了刘琴的电话后，没一会儿，张峰给我发信息：秦雪，你也太冷血了吧！我妈现在病了，你作为儿媳妇都不能去看一眼吗？我反问他：你是来搞笑的吗？你妈都病了，你不请假在医院照顾你妈，还能安心的出差，却要我这个外人去帮你照顾，到底是我太冷血，还是你不孝？张峰，你怎么就是外人了？我妈也是你妈呀！我呵呵，我需要帮忙的时候，我就是外人；他们需要帮忙的时候，我就是儿媳妇了，不要太双标。张峰又道：再则，我妈现在这病需要那么多钱，我请假去照顾她了，谁拿钱治疗？你能不能体谅一下我？我都懒得听他逼逼，干脆不再回复他。据说刘琴会去医院检查，是他被我骂回去后没多久，觉得身体不舒服。他最初以为是被我气得高血压犯了，吃了降压药后便没放在心上，但连续多天情况都没有改善，才去了医院检查。检查结果出来是肺癌早期，能治，费用大概在20万左右。刘琴拿不出那么多钱，张峰也拿不出那么多钱。刘琴还没有买保险，如果要治，唯一的办法是卖房。现在在医院交的钱，都还是问亲戚们借了一部分的。这个我知道。张峰在跟我和好后，同我说过，我当时并没有放在心上。龙城的房价虽然不高，才4000多，但他家2套房都不小，随便把哪套卖了，都能凑出这个钱。我还跟他说过，他要卖他家给他买的以前我们的婚房，我也没有意见。张峰说再回去跟他爸妈商量一下卖哪套，但我万万没想到，在我不回复张峰信息的第3天，张峰出差提前回来了。因为刘琴要准备化疗手术，而我铁定是不会去帮忙的，他只能提前回来。可回来后，他跟我商量的第一件事是他家想的不是卖他爸妈自己的房，也不是卖他家买给他的房，而是想卖了我的房。当然，张峰毕竟是做销售的，来跟我说的时候十分委婉好听。他道：老婆，我爸妈那套房子是他们用来养老的，肯定不能卖，卖了他们养老就没有着落了。我俩2套房子，随便卖哪套都能凑出这个钱，但我觉得我这套房是重点中学的学区房，卖了将来会影响小星星上学。他顿了顿，我肯定也不会让你吃亏。你卖了你的房子后，我这套房加上你的名字，你看行不行？他是真敢想。以前他妈来我们这里搅和，我想着反正我不是跟他妈过，绝交就行了，眼不见心不烦。后来他非要把他妈带来跟我和解，我想着为了小星星，能过还是过下去。但这一刻，我彻底动了跟他离婚的心思。就他这种自私的做法，我现在同意了，将来我还有吃不完的亏。我沉默了很久，问他：张峰，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傻？我的房子卖了就你妈，你的房子加上我的名字，也只是我们夫妻共同财产。将来我俩真离婚，这共同财产我能不能拿到还不好说。你为什么不干脆直接问我能不能拿20万出来给你妈治病？张峰，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我们怎么也得为小星星想一想。我打断他：想个屁，你就差往我脸上扔算盘珠子了。你怎么不说你那套是重点中学的学区房，更容易卖？你妈现在还在医院等着你拿钱救命呢，
你却还有心思在我这里算计我的房。张峰想在我这里占便宜没占到，恼羞成怒喝骂：秦雪，我算是看透你了，我妈说的对，你这种老婆有跟没有并无区别。如果你对我家人的态度一直是这个态度，我们还不如离婚算了。我怒答：那就赶紧离，明天就去民政局登记离婚。张峰也怒了：离就离。次日，我拿齐了证件，张峰却不去了，说他现在没时间处理我跟他的事，要去医院照顾他妈。然后他家几个长辈以上门做客的理由来找我谈话了。谈话的内容还是让我买房救刘琴，见我态度坚决不肯卖，干脆道德绑架我，道他怎么说也是张峰的亲妈，你就看在张峰的面子上，可怜可怜他吧。我反问，他也是你们张家的儿媳妇，你们怎么不看在张峰他爸的面子上，可怜可怜他，帮他把医药费给凑齐了，你们还不用卖房，每家出个4、5万就够了。亲戚们不说了，走了。但没2天，他家亲戚都在传，我不但不去医院照顾我婆婆，还不准张峰出钱救婆婆。传久了，连我几个学生家长都听到流言了。张峰别说帮我解释了，还故意拖着不跟我离婚。我打电话质问张峰，张峰正好在医院，话才问完，刘琴的声音传了过来，他道：你卖房帮我们把医院的费用交了，谣言不就破了吗？我好，这么完事吧。我当即在朋友圈把前因后果全部发了出来，连同以前刘琴怎么对我的也全部发了出去。我不但发朋友圈，还发了除工作群外，群里有认识张峰之人的所有群，只要我不要这脸了，大家就都别想体面。我跟张峰的朋友圈多有重合，不过片刻，张峰大部分朋友同事都知道了他家算计我，让我卖房出钱给他妈治病的事。我这套操作才干完，张峰给我回电话了，他愤怒地问我：秦雪，我妈还在住院手术呢，你非要在这个时候给我添堵吗？我呸！你家都不要脸污蔑我了，还不准让我自证个清白了？反正你家不要脸，那就大家一起把脸丢出去。张峰更怒了：你不就是觉得我妈现在病了，你怕我家连累你，想跟我离婚吗？离，你将来别后悔，求着我复婚就行。我放心，谁后悔谁是狗。张峰，大概是我把所有的事都发了出去，让张峰丢脸了。张峰不知道是赌气，还是刘琴又跟他说了什么，他真的跟我去民政局登记离婚了。他还自己说，考虑到他现在这么个情况，带不好小星星，就不跟我争夺小星星的抚养权了。他每个月给1200的抚养费，谢天谢地，不然我还得跟他打官司离婚。1月后，我跟张峰从民政局拿完离婚证出来，张峰还一脸怨怼地扑我：秦雪，你这种只能同甘不能共苦的人，就算跟我离婚了，将来也跟别人过不好。你可千万别侮辱了同甘共苦这个词。这几年你妈故意来恶心我，你全都在和稀泥，还同甘，同你大爷的甘。一直都是我为了小星星能有个完整的家，在跟你共苦，而且你是丝毫不提。你妈故意恶心我后，还想算计我婚前财产的事哈，为什么不提？是没脸提吗？张峰欲言又止了一会儿，给我憋出一句：本来就是一家人，卖你的跟卖我的有什么区别？怎么就是算计你了？我白了他一眼，谢谢，终于不是一家人了。说完，我转身走了。没几天，我知道了张峰会这么爽快地跟我离婚是刘琴怂恿的。为了防备我，张峰在确定我不会卖房后，只能卖自己的，
为了赶快凑齐刘琴的治疗费，他把2套房子都挂网上了，但最终卖出去了他手里的那套，因为是急需钱，比平时的价格低很多。挂出去的第2天，也就是张峰找我质问的那天，就被人定下了。刘琴生怕张峰卖房的钱，我知道后会去问张峰要，所以让我俩赶紧离了。我无语凝噎，怎么说呢？这确实是他能考虑出来的事。跟张峰离婚后，我才发现没有算计，没有故意来恶心我的婆婆的日子，简直不要太爽。而张峰跟我离婚后，刘琴自己还在医院治疗呢，就开始着手给张峰介绍相亲对象了。不过前面2年基本没成，别人家的姑娘又不是傻子，现在嫁过去，不就是上赶着去他家做免费保姆吗？所以直到3年多后，刘琴彻底治愈，张峰才再婚了。姑娘也是龙城本地人，2婚，有一个儿子，判给前夫了。据说是刘琴亲自选的儿媳妇，是刘琴在住院期间认识的病友的女儿。姑娘在他妈住院期间，几乎是24小时在医院照顾他妈。刘琴觉得她十分孝顺。我会知道是张峰在再婚之前专门来看小星星了。当然，他来看小星星是其次，主要目的是告诉我他的2婚老婆有多贤惠。婚前就表示愿意跟他爸妈同住，他颇有些显摆的意思，还劝上我了：秦雪，你也别太挑了，找个适合的就嫁了。3年多过去，我对他不爱也不恨了，但他来我这里显摆，还高高在上的劝我，这我肯定忍不了。我回：管好你自己，不用通知我你结婚的事儿，我肯定不会给份子钱。但是小星星的抚养费断了，我们就法庭见。张峰他颇有些咬牙切齿：秦雪，这么多年，你真是一点都没变，什么事都只考虑你自己的利益。我白了他一眼：我不考虑我自己的利益，难道考虑你的利益？张峰被我几句话给气走了。他走后，我妈也朝他翻了个白眼，幸灾乐祸道：他的好日子在后面呢。我是知道，我妈对张峰的怨气比我还重。我刚跟张峰离婚时，我妈几乎每天都要在我面前骂张峰几句。也是那几年，我妈为了我，在我家各种帮忙，不但1分钱都没要我们的，还用自己的退休金补贴我们。结果最后，张峰跟他妈还想算计我的婚前财产，但这2年，我妈已经看开了，连张峰这个名字都鲜少再在我面前提起。偶尔周末的时候，张峰来我这里接小星星过去小住，跟我妈打招呼，我妈都像面对陌生人一样，保持最基本的社交礼仪。我好奇，他怎么突然又开始阴阳张峰了？我问：什么意思？我妈，据跟我一起跳广场舞的老太太说，他老婆跟前夫离婚的原因是他老婆把家里的存款全部给娘家弟弟买房了，结婚后每个月的工资还给他妈1半多，这肯定有夸张成分，但可以确定他老婆是个伏地魔。我牛逼！我妈现在是刘琴在医院时被他老婆顺手照顾过几次，觉得他老婆各种好，再加上他俩认识3个月，他老婆就未婚先孕了，不得不结婚。等结婚后，他家就知道他老婆的厉害了。他家现在还只有他父母的房子了，旗鼓相当的婆媳同住，精彩的在后面呢。我不知为何，我突然就有种看狗血家庭连续剧的错觉。事实证明，这不是错觉。不过1年多，我就吃了他家一个大瓜。我妈跳完广场舞回来跟我说的，刘琴跟他儿媳妇干了一架，原因是张峰老婆孩子生了后，本来答应带孩子的刘琴，跟对我一样，
以身体不好为由，再次撂挑子不干了，还各种挑刺。而现在，刘琴的身体还确实不允许他熬夜帮忙带孙子了。他老婆只能跟我以前一样，让他妈帮忙带孩子，他妈也同意帮忙带。可刘琴养老的房子只有2室1厅，住不下那么多人，孩子直接被带去了他娘家带。但是他妈帮他带孩子就不能工作，补贴他弟弟了，所以得给钱，每个月4000。而张峰老婆的工资都才4000不到。原本刘琴是不知道他们给钱请丈母娘带孩子的，还一度沾沾自喜，自己不用帮忙带孙子，还有人免费给他家带孙子，到处跟人炫耀。直到有一次，他无意间撞见张峰老婆给亲家母钱，刘琴顿时不干了，各种跟张峰老婆闹。张峰老婆几句话给他堵了回去：你又带不了，又不出钱，你有什么资格跟我闹？有本事就你带，不然别在我这里逼逼赖赖。刘琴那个气，你住我家的，吃我家的，却把钱全部给了娘家，还问我有什么资格闹？你不把给你妈的钱要回来，就滚出这个家门。结果张峰老婆比他还理直气壮，什么叫我住你家的，吃你家的？我跟你儿子结婚了，这房子就是我跟你儿子的，你要看不惯，就自己回乡里去养老。他顿了顿，再说，你上班赚钱吗？现在是你吃我们的，喝我们的，还对我指手画脚。刘琴没骂过，回头找张峰告状，哭诉说人老了没用了，儿媳妇嫌弃他。张峰老婆直接在旁边接了句：知道自己人老没用了，就把嘴巴闭上，别到处惹人嫌。刘琴站着有张峰在场，没无理取闹过张峰老婆，给了张峰老婆一巴掌。但张峰老婆也不是吃素的，两人直接从口水战升级成打架斗殴，各自挨了几巴掌，扯掉了一大撮头发。两人都被劝住后，张峰见刘琴哭了，说了他老婆2句，他老婆直接把儿子从娘家接回来，丢给他跟刘琴后，自己回娘家去了，还放言刘琴若不上门道歉就离婚。我干得漂亮！我问刘琴上门道歉去了吗？我妈去了呀，能不去吗？她现在那身体又带不了孙子，他儿子还要上班，不去怎么办？据说他还给他亲家母包了个5000的大红包，才把人给请回去的。现在在家天天把他儿媳妇供着呢，屁都不敢放一个。得知刘琴现在过得不好，我就放心了。我鼓掌，天道好轮回。虽然知道刘琴现在过得不好，我也没真去看热闹。直到张峰把小星星的抚养费停了，我才给张峰打了个电话，电话被秒接了，那边传来的却不是张峰的声音，而是他老婆跟刘琴吵架骂娘的声音，像是张峰不小心摁到了，俩吵了半天。我听明白了，即使刘琴上次为了孙子妥协了，上门去给儿媳妇道歉，把儿媳妇请回来了，但依旧没有停止作死，背地里各种给张峰告儿媳妇的状，导致张峰时不时就找他老婆吵架。这次俩又吵起来，是因为张峰老婆花1万多给娘家换了几件电器。刘琴觉得儿媳妇再这样下去，就要把整个家都掏给娘家了，让张峰把工资卡收回来给他保管。这话题张峰才跟他老婆说，他老婆就直接来找刘琴骂娘了。他老婆，老太婆，你一天天能不能消停点？你不想我跟你儿子好好过了，就直接跟我说，别在背后唧唧歪歪，大不了我跟你儿子离婚。刘琴试图跟他讲道理，我说错了吗？你什么事都想着你娘家，你自己家还要不要了？张峰老婆理所当然，她是我妈，
还帮我带着孩子呢。我不想着我妈，难道想着你这个什么忙都不帮，还要在背后对我指指点点的作妖老太婆吗？张峰老婆还给刘琴下了最后通牒，这是最后一次，如果你再在我背后唧唧歪歪，要么就你去乡里养老，要么就我跟张峰离婚，孩子给你们，我反正不要。你们想轻松，不用带孩子，我妈也要休息。刘琴，张峰试图插嘴，才喊了他老婆的名字，他老婆直接撒泼打滚，骂了他足足20分钟，从他是个妈宝男，骂到他没责任心，不懂感恩，再骂到他看不清形势，说他娘家帮忙带孩子。张峰不但不对他娘家感恩戴德，还听刘琴的挑唆，最后质问张峰：你现在听你妈的话，你妈帮你带孩子吗？儿子现在1岁，你妈帮忙换过1片尿不湿，喂过1次奶，哄睡过1次吗？说我伏地魔，给娘家钱，那你们倒是都别做甩手掌柜啊！张峰闭嘴了，吵不赢，根本吵不赢。我默默偷笑着把电话挂了。次日，把张峰给告了，给不给钱无所谓，我得让他留下案底，免得他将来的财产全被他老婆给娘家了。他不要脸来找小星星养老。开庭前，张峰满脸疲惫的再次来看小星星了，但他也是真的没钱给小星星了，他的工资全在他老婆手里，他老婆以离婚为威胁，不准他给小星星抚养费。而刘琴3天2头被他老婆气得犯高血压，还无理取闹不过他老婆，所以本来就身体不好的刘琴为了自己的小命着想，几天前干脆跟张爸回乡里去养老了。张峰这次来看小星星，话里话外的意思都是想跟他老婆离婚，但他现在跟他老婆离婚，可不是当初跟我离婚那么简单了。离婚，他老婆不要孩子，孩子才2岁不到，他自己带不了，所以他无耻地暗示我想跟我复婚，还想让我给他和他老婆的孩子当后妈。我立马阻止他，别狗叫。张峰，开玩笑，我等着看他家的狗血家庭剧下饭呢，他俩必须锁死。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影片大家觉得是第1个故事精彩，还是第2个故事精彩呢？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